朋友们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都在江边改造一栋老房子。其实我们改造的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只是这里被挡住了。同一个村子，这边有一栋闲置的房屋。看，这是当地老百姓收的玉米，放在院坝里面晒干。这栋房子呢，我们每天都要从它的旁边经过。这是进入村子的道路，宽呢5米左右，都是水泥路面，有点弯曲，还是比较好走的。这栋房子啊是砖结构的平房，3开间，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那边还有一处偏房。房子的背后呢还有一处偏房，也是他们家的旱厕还有猪圈的所在地。门口呢已经是用水泥做了硬化，整个院坝呢将近宽有60个平方左右，在门口的位置有一根电线杆，还挺高的。这边呢有一条进村的道路，再过去呢就是一块地，之前呢种的是玉米，再过去就是清水江的江面了。门口的视野也是非常好的，当然和我们正在改造的房子还是有点感觉没有我们那栋房子视野那么好吧。这栋房子的改造呢就比我们那栋房子要简单多了，因为是砖结构的房屋，基本上重新粉刷重新盖瓦就可以了。而且这边的窗户啊留的也比较大，但是这样的玻璃估计透光性不太好，甚至有在想这样的窗户给它加宽一些可能会更好。在农村里面建房子，大门呢一般都是6扇，平时打开中间的2扇，其他的是全部锁了，这样子进出是比较方便。这栋房子的楼层高度将近有4米左右，开间呢堂屋是4.5米，两边呢是4米。这边的偏房是非常小的，只有一道门可以进去，在背后呢也是邻居家的房子。我们来了这么久啊，这栋房子一直是没有开过门，房子是没人住的，也不知道他们家是否建了新房。看这边走进去的话，就是相当于一个杂物间，只是把这块位置给利用起来。现在堆放的是一些柴，到冬天呢用来烧火的。旁边的砖结构呢是没有做粉刷，房子里面应该是粉刷过了。现在大门紧闭啊，我们也是无法进去的。其实整个村子啊还是挺大的，通过航拍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好几十户人家，基本上房子呢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每家每户呢都有独立的小院，基本上也不打围墙。在农村里面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每家人啊都是在自己的一个空间里面去进行一些劳作啊，一些活动，也不会去影响别人。像这栋房子啊，旁边就是一条进村的道路，过往的车辆呢是比较少的，因为这栋房子的背后呢才是进村的主路，这边靠近河边，基本上是没有邻居了，所以这边的车子是非常少。这栋房子啊，距离城里将近有16公里，距离镇上有7公里左右，交通还是挺便利的。这边呢是土家族聚居地，从这边走过来啊，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偏房。这背后呢，以前是养猪养牛的地方。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堆的呢也是乱七八糟的，有些柴火啊之类的。看，这是冬天烧火的。这边也是一处偏房，里面呢
基本上没啥东西了，而且这边的屋顶呢，全部都已经坏掉了。这个偏房啊，它的背后是很矮的，将近也就1米的高度左右。这一台机器应该是之前干嘛用的？大家有认识的吗？可能是割一些稻草之类的，对不对？这栋房子啊，我听邻居家说，闲置的时间呢，将近也有7、8年了。从它屋顶上的瓦片呢，也可以看得出，房子还是好长时间没有住人啊，没有整理。所以说，这栋房子如果需要住人的话，这屋顶上的瓦片呢、顶条还有瓦条呢，都需要给它换掉。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虽然有独立的院子，但是距离邻居也是挺近的，只能找到电话，然后呢，通过和主人家在电话里面联系，看看他究竟什么样的想法，想不想把这栋房子给租出去。这个屋檐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没有砖结构的挑梁，全部都是木质结构做的，不知道这样子牢不牢固。而且看得出它以前是搭建了木条子，做了一个架子，应该是做简单的一个装修。像那边肯定需要换掉了。一般啊，像农村里面建砖房，它的挑檐位置都需要用钢筋混凝土打出来的，但是这栋房子呢，完全是用木质结构来做这个挑檐，而且这栋房子的前面部分屋顶上的瓦片是凹凸不平，看得出啊，它的领子大部分应该是坏掉了的。上面盖的也是本地的青瓦，虽然瓦片比较厚啊，但是领子和瓦条都坏掉了。如果要住的话，必须要重新来修这个屋顶了。这旁边啊也有一户人家，基本上都靠得很近。如果喜欢独门独院的一些朋友啊，可能这样的一栋房子对于大家来说还不是特别的理想，你们觉得呢？这栋房子啊是坐东朝西，到下午算是比较热的。整个村子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一个建造，因为所有的房子都是面朝着大河，背靠着大山。这边是西南方向，所以整个村子到了下午还是比较热的。看整个小村子还是非常的漂亮，家家户户呢都是建了小洋楼。以前这边啊大部分也都是木房子，现在条件是越来越好了。这个天气啊，在户外拍视频，车子我都不敢熄火，因为实在太热了。现在我们走到江边，给大家看一下江面的景色究竟怎么样。我把车子也开到江边来了。实际上整个村子里面的道路是四通八达的，这边的道路更宽一些，平时我们拉材料都是走这条路，当然每天进村我是走这边更近一些。这里啊都是当地老乡的苞米地，我们改造的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这栋房子啊距离我们改造房子大概也就200多米，很近的。走到江边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啊平时洗澡的人是比较多的。整个村子啊像这样的码头有4个5个呢。平时每到傍晚，
这边洗澡游泳的人特别多。这几天啊，我们这边是刚刚下过一场大雨，前些天整个江面啊水是非常浑浊的，大概间隔了1个星期左右吧。现在江面的水是越来越清澈了，估计再过2-3天又会回到之前清澈见底。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江里面很多小鱼啊游来游去，对不对？这条江啊叫做清水江，整个这边的江面宽度呢将近有300米左右，深度呢也有20多米。这边是天然形成的一处崖壁，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这边底下有一座水坝，平时呢会发电，基本上每天都会放水，所以这边的水呢是流动的。这条清水江的上游呢是贵州，到了我们湖南之后就并入了幽水河，最后呢流入了洞庭湖。再过去呢是花园的县城，从花园的县城再下去就到了保定的幽水河。其实啊，整个村子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大家喜欢这样的环境吗？欢迎大家有时间啊来到湘西这边来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到这边来玩一玩，看一看。那这期的视频呢，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现在是上午6点半钟左右，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昨天晚上呢，又来到了山里面，这处地方的环境还是挺好的，和几个朋友在这边露营。早早的他们要上班，就先下山了，所有的装备呢，我们全部都收好了。那之前有很多朋友在私信里面给我留言，问我湘西这边有没有一些废弃的农庄之类的，想在这边呢，给它开发出来，然后呢，做一处休闲养老的地方。那昨天晚上我们露营的这处地方呢，以前是一处知青场，在90年代左右呢，这边是养马的，所以在我们当地很多人口中说出来的就是一处马场。现在呢，已经荒废很多年了，但是这边呢，距离县城很近，将近也就1.5公里左右，而且是在山上，环境是格外好的。底下呢就是著名的古苗河景区，交通啊也是非常便利。平时闲暇之余啊，城里面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在晚上跑到这边露营烧烤。那这样的一处地方呢，我就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镜头前方的这处雕像是我们苗族祖先蚩尤，在这里呢立了一个雕像，底下呢就是著名的古苗河景区。其实站在这个位置，可以听见底下的水流声。如今这里荒废多年，到处啊都长满了杂草，整个山头将近有20多亩地。以前这里是一个知青场，后面呢改成养马的。如今还剩下2栋房子，其中有栋房子呢是很破旧的，有栋房子呢现在里面关着牛，有位老大爷在这边养牛。这里呢之前还做了硬化，以前也是有房屋的，但是后面呢陆陆续续啊没人管理，房屋结构都已经倒塌了。其实场地还是很宽，挺不错的。那我们现在慢慢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周边呢，零零散散的有些砖房子。这里的海拔将近有400米左右。其实到夏天啊，还是挺凉快的，车子是可以开进来的。昨天晚上我们的车呢，就已经开到了这边上。我的朋友们啊，都下山了。修的呢也是毛坯路，铺的是沙石，下雨天也是挺好走的。其实啊，附近的山上很多野生的蘑菇。前一段时间啊，城里面好多人到这边采蘑菇呢。我们这边每到大概9月份左右就会长很多蘑菇。我们现在目视的这一大片都是以前知青场的范围之内，以前是有很多房子的，可惜啊，没人管理，都已经坍塌倒掉了。在那里啊，本来是准备建一座木房子的，所有的木料结构呢，主体的架子都已经搬过来了，但是呢，房子是没有建，全部堆放在那里。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吧。像我们家的那栋木房子啊，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大堆材料组装起来的，全部做的呢也都是榫卯结构。这样的一栋木房子主框架将近要8万多块钱左右。看这些立柱啊，还有方子、领子，都是很大一根的，材料呢也是非常好。这边啊，堆放的时间比较久，有些木料呢已经是开始坏掉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春木，都变色了。其实啊，给它重新立起来的话，也是挺简单的，叫上10来个师傅，就可以把这栋房子立起来了。而且这些木料呢，重新打磨，颜色呢就会很亮，上了油漆也是很漂亮的。木房子呢，这一点就比较好。平时啊，来这边露营的人比较多，所以地上的垃圾也是比较多。看那边就是县城了，直线过去也就不到1000米吧，几百米的距离。我的车就停在这里。其实啊，约上几个朋友，喝点小酒，晚上到这边露营还是挺不错的。早上呢，还可以看日出。那边是东方。这边啊也不缺水，在山里面到处都是山泉水。虽然这边没有大江大河，但是山里面的泉水还是挺丰富的，直接用管子给它牵引回来就可以了。这是一栋很破旧的房屋，以前呢也是知青厂的，现在整栋房屋的屋顶都看不到了，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壁，而且这些墙面啊都破损的非常严重，如果要住人的话，基本上要推倒重建了。这是一棵板栗树，也是本地的板栗品种，树龄呢将近有70、80年左右，上面还结了很多李子。当然，树龄老的梨树啊，结的果子呢是不好吃的。房子里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现在啊无法进去。从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走到那边去给大家看一下。整栋房子呢将近有170、80个平方左右，
内部的空间啊很宽，开间将近有10米啊，进深将近有10米，开间呢有接近20米左右。其实给它修出来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大厅，在这里面做农庄的话，我觉得倒是挺不错的。这边是养牛的大叔所养的一些土鸡，都是放在山里面到处跑。那一间屋子现在是关着牛，结构都还挺好的。底下呢有些地，今年是种了些玉米。这边啊，进入的道路呢将近宽6米到7米，路还是很好走，全部都是柏油路面。房子的整体结构依稀可见，窗户那边也是窗户，在这底下开了一处小洞，不知道啊，以前这个房子是用来干嘛的？可能会有200多个平方，刚才我说170-180可能还不止。这里过去有20多米呢，是用红砖砌的房子，外面呢应该是用石灰粉墙。从这边是可以进去的。这样的房子你们还觉得怎么样呢？能不能修得出来，朋友们？这墙体的话，我觉得真的太破旧了，连房子里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这边还剩下一个屋顶，也快全部坏掉了。其实就按照它这样的一个风格去整改，也是挺不错的。中间打上立柱，然后呢用上一个台梁，把整个屋顶支架起来，盖上瓦，中间的大厅就非常宽了，做什么都挺好，把它隔出房间也挺不错。做大厅、做农庄、聚会的地方都很不错。当然，如果可以推倒重建的话，也是很好的，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去设计，对不对啊？占地面积20多亩，还是非常宽的。但是想在这边投资一个农庄，估计啊这笔费用也不小。我觉得在那边大门的位置做一道铁门，然后整体打上围墙，这个院子就非常漂亮了。后期呢种些花花草草，很多可以慢慢的去改造装修。整个农庄只要有那么几栋房子，慢慢的发展起来，还是可行的。这条狗啊，一直是对着我叫，对我是有意见吗？看这边以前是有一些蓄水池的，都是以前马场所用的。那边呢，池子里面还有水，可能这位大叔养牛，每天呢牛回来之后会在这边洗个澡。看得出啊，这个马场以前还是有很多房子，要是早个10多年在这边进行改造，可能啊会是另外一番模样。那边是大门紧闭啊，我们是无法进去了，所以呢就给大家拍一个外围的结构吧。这也是一棵梨树，上面也结了梨子，那边是一棵柿子树，也结了很多柿子。
其实整个房屋的地基都还依稀可见。看这边以前也是一栋房子的地基。可惜了，这个地方没有好好的开花起来。朋友们啊，这里距离县城这么近，如果在这里开一个农庄，做上农家乐，你们觉得会有生意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我是石头，那这期视频呢就暂时为大家拍到这里吧。喜欢我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